头，你们什么时候到？坚持住，马上到。兄弟们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天降正义！全球防御网络，广寒宫舰队已抵达。你们终于来了。各编队注意，鲲鹏号已进入轨道支援窗口，地面数据链同步完毕。听龙收到，编队正在前往九州城域门支援。蜂巢接收，正在向预定空域机动。GT-08收到，已向前沿阵位推进。玄鸟收到，4机编队已进入巡航轨道，随时可以补充。各编队保持正位，鲲鹏号主炮正在充能。GD-08编组已就位，正在建立火力封锁线。无人机蜂群编组已就位，预计30秒进入攻击航线。检测到大规模 S 级生物信号涌入，解锁大义协议，全系统爆碳，毁伤深度压在地表以上。主阵列链网完成，输出峰值稳定。火控解算完毕，诸元已装钉。天宫超视距打击，开火！
爷爷，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那我们赢了吗？赢了。沈星河，有你父亲的信息了。江叔，有我父亲的消息了。星河，47分钟前，深空监听阵列截获了一组脉冲信号，昆仑星方向的。第2207天。这段信息我编码在裂隙的电磁噪声里，这是唯一能穿透封锁区的载定。天文9号的钻探打穿了昆仑星地壳第4层，下面有一个存在，我编号为长梦者。没有更准确的词，它的生物量不是我们的度量能描述的，仿佛整颗星球的壳层结构都是它身体的一部分。我们的钻探惊扰了它，空间凭空出现了一道裂隙，我只能这样理解，就像是它的呼吸，吸气，裂隙闭合，呼气，裂隙张开。从裂隙里出来的那些东西，是一种应激反应，像白细胞涌向伤口。我们人类对它来说是入侵的细菌。它的代谢物有种结晶梦核，能让它深眠，但这里不够。我在深空探测残留数据里找到过一处匹配位，北斗星域天枢。结构风险入境，结构全体星河，爸爸没能回。山海经载，汤谷之上有神木，名扶桑，时日所居，万古无人见其冠。所有人都在问，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向覆灭的？是太阳熄灭的那天，还是天裂开的那天？但我知道，比那更早。星元2026年，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，星际航行学院正式成立，人类迈出了叩响星门的第一步。2031年，超级量子计算机白泽首次亮相。2039年，太阳内核氦元素监测指数出现不可逆善变，光照输出在3个月内骤降37%。国际科学委员会将这一时期命名为日系期，预估持续周期800年。那一年，由中国主导的2项工程开始启动。一个向下挖，代号伏羲，给人类找个活着的地方；一个往上飞，代号天问，给人类找个活下去的希望。天问9号首席工程师沈北望，我的父亲。2044年3月，天问登陆昆仑星，白泽分析，地下存在未知能量特征，有可能逆转日系期。
作事故，责任人沈北望。太阳系了，人类造了一艘船，去追新的太阳。夸父号，人类文明有史以来最大的造物，不是为了征服星海，而是为了活下去。父亲，你在哪儿？检测到大规模未知生物信号，裂隙对端超过10万遗体正在穿越，请立即进入1级站位。左腿液压杆我焊了3遍，回弹系数只拉到37%，别做急转向，听见没？知道了。活着回来。嗯。第4序列就位，第11序列弹药装填完毕，第18序列全员归位。编号107，就位。蛇龙渊大门开启，全体出舱。我第一次见到他们，后来所有报告管他们叫毁机，但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天，裂开，而且裂缝里有东西在看我。簇拥阵列，火力覆盖，开始。天书自动防御结翼启动，精卫编队已部署23000羽，已全部升空。天书协议运行中，毁级存活数持续下降，当前威胁评级黄色可控。数量持续下降，这也太简单了。不对，枪破了，绕进来了。027号失去响应，026号失去响应。第3序列后撤补位，第7序列支援，稳住。第10序列移至破口东侧锚点，协同能量墙闭合修复，剩余亲卫编队转入护巢模式。第10序列107号收到。107号，精卫编队剩余847羽，已全部调往支援你的坐标，他们会在你周围筑巢，直到能量墙闭合。机体结构警告，左腿即将。闭嘴！裂隙在收缩。下一次他再开，我要知道我们有多少时间。本次裂隙开启持续时间43分17秒，样本不足，无法建立预测模型。一定会有第2次。
少哥，左腿液压杆彻底废了。上次就跟你说了，你偏不听，回来就好。石星空，你的休整申请已经批复通过，明天望叔送你们下九州城。地面温度又降了，到了注意换装。好的。带入角度修正0.3。好。老姜挺关心你啊，让你注意换装。他跟我爸在太虚院是战友。我6岁那年，在那里面，我爸对我说：“看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”沈队长，我是秦远，九州城地面联络。上次来还能看见那块露出来的岩壁，现在全盖住了。车热着，走吧。九州城主体在地下420米，电热恒温层。天空是什么颜色的？蓝的，很蓝很蓝。位置，我们的家园曾经是一个美丽的蓝色星球，但现在它被冰水覆盖。老师，地面上的冰什么时候能化？等天文计划完成的时候。天上有人在想办法。星河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配件提好了，装车前还有点时间，带你看个地方。大冰冻第1年，九州城接纳了300万地面转移人口，但没全接住。为了纪念那些没有进入地下城的人们，每一座地下城都修建了这样的纪念礼堂。小时候学过一个词，叫故土。老师说，故土就是你出生的地方。你离开了，它还在原地等你。那时候不懂，谁会走远到一个地方需要等自己？现在懂了，只有回不去的地方，才需要一个这么重的名字。广寒宫，望叔申请停靠补给。望叔允许停靠，3号对交口，欢迎回家。
再过6个小时，补给完成，我们就能返回夸父号。那是什么？外层岩壁受损，请按照疏散路线向第4层转移。别怕，吃吧，孩子饿了。指挥官，外层防护壁第3段已经被突破，按照目前速度，4个小时藤吉会进入居住层。通讯呢？广寒宫、夸父有没有回应？信号被裂缝的电磁干扰切断了，发不出去，也收不到。通讯断了。广寒宫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，没有支援，我们撑不过4个小时。必须有人冲破防线，去广寒宫请求支援。这是单程任务，有必死决心的，出列。玄武编队掩护苍号，冲过去！苍王号，我左翼推进器快断了，你那边信号准备好没有？干扰指数还在红区，坚持住。行，你先把信号发出去。长安号紧急呼叫，九州城遭受群偷袭，即将失守，请求支援。我们的大部分能量都用在夸父号上了，剩余的能量不足以开启地表防护城。没时间了，准备使用最高级别耗能的武器。如果全部启用，九州城撑不到40年。40年够了，我们这是最乐观的估计。优先保护人民安全，启动祝融协议。好。
共振。指挥官，是否启用刑天？不惜代价唤醒刑天。求援信号，数据链已接收，支援舰队正在集结，天盾防御阵列已开启护航通道。8192，广工正在读你的遥测数据，机体损伤率92%，请即刻脱离战斗，进入护航通道坐标区域，等待救援。广寒宫81192收到，嫦娥号附近3个藤级目标正在接近，我还有残余动力，现在切过去，能把他们带走。嫦娥号，我已无法返回，请继续前进。沈星河，第7小队陈潇和你编队，我的人在你右翼。全编队，从军接任，2队就位，3队就位，7队就位。广寒宫塔台，青龙编队全员集结完毕，请求出击授权。青龙编队，广寒宫正在转入战斗构型，出击授权已下达。青龙编队进入弹射序列，目标地球。能量不是在被消耗，它的攻击频率在吃我们的立场。
药储备撑不过下一轮了。我是九州城防御总指挥周振国。你们可能已经看到了，异兽的攻击没有停止，增援还需要时间，我们可能等不到援援，但是将士们，我们的身后是孩子，是父母，没有刀，没有甲，他们把命交到了我们手上。5000年了，这片土地烧过、塌过、淹过，没倒过。不是因为城墙够厚，是因为每一次都有人站在前面。各防御部队还站得动的，跟我一起。3区收到，7区收到，11区收到。契约无一，与子同袍，王与兴师，修我戈矛。与子同仇，修我戈矛。与子同仇，修我戈矛。快进去！快翻过去！检测到地球异常能量波动，飙升至7000%。全舰队切入过载推进，接通青龙编队。陈潇，青龙编队全速推进，你们先行突入大气层，为主舰队争取部署时间。青龙编队收到。所有人全速前进，坚持住，我们快到了。所有单位7区请求支援，还能动的吃个伤。任务12号收到，出口2号远程支援。老子找了一辈子机甲零件，今天老子亲自上场，锤死那帮龟子怪兽！老李，你接着指挥。我那柜子第2层抽屉有封信和一张卡，密码是我闺女生日，帮我转交给她。老张，老张！
链同步完毕。青龙收到，编队正在前往九州城宇门支援。蜂巢接收，正在向预定空域机动。GD08收到，已向前沿正位推进。玄鸟收到，4机编队已进入巡航轨道，随时可以补充。各编队保持正位，鲲鹏号主炮正在充能。GD08编组已就位，正在建立火力封锁线。无人机蜂群编组已就位，预计30秒进入攻击航线。解锁大义协议，全系统爆碳，毁伤深度压在地表以上。主阵列链网完成，输出峰值稳定。火控解算完毕，诸元已装兵。超视距打击，开火！爷爷，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那我们赢了吗？赢了。沈星河，有你父亲的信息了。江叔，有我父亲的消息了。星河，47分钟前，深空监听阵列截获了一组脉冲信号，昆仑星方向的。第2207天，这段信息我编码在裂隙的电磁噪声里。这是唯一能穿透封锁区的载定。天文9号的钻探打穿了昆仑星地壳第4层，下面有一个存在，我编号为长梦者。没有更准确的词，它的生物量不是我们的度量能描述的，仿佛整颗星球的壳层结构都是它身体的一部分。我们的钻探惊扰了它，空间凭空出现了一道裂隙，我只能这样理解，就像是它的呼吸，吸气裂隙闭合，呼气裂隙张开，从裂隙里出来的那些东西是一种应激反应，像白细胞涌向伤口。我们人类对它来说是入侵的细菌。
的代谢物有种结晶梦核能让它深眠，但这里不够。我在深空探测残留数据里找到过一处匹配位，北斗星域天枢。星河，爸爸没能回。山海经载，汤谷之上有神木，名扶桑，时日所居，万古无人见其冠。任务目标：找到这颗星球的能量核心，提取数据。全员着甲。还在想你父亲的事儿。我小时候，他总指着天上的星星告诉我，那是人类未来的家。但我现在看着这片星空，却觉得它像一个随时会醒来的巨大怪物。长梦者的假说颠覆了所有科学定律。星河，无论宇宙的本质是什么，我们此刻并肩站在这里，喝着劣质咖啡，这种感觉是真的。你说的对，为了这种真实，我们必须赢。星元2039年，太阳巨变衰减，地球坠入永夜冰封，人类退守地下城，却在深空探索中惊扰了一场不该醒来的沉眠。长梦者，裂隙撕开天幕，未知生物倾巢而出。为了文明的存续，人类自此踏入远征纪元。你父亲提到的结晶梦核，就散落在剩下的这些星球上。昆仑星的坐标受长梦者意识波动的影响，一直在深空中漂移，我们根本无法直接锁定它。所以我们要挨个找过去。留守防线只是等死。人类文明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。我坚决反对。江司令，夸父号是人类文明有史以来最大的造物，装着我们仅存的工业母机。你把它开到这该死的未知深空里去，一旦遇到高阶异兽群或者被引力漩涡吞噬，人类就彻底绝种了。留在这儿就不绝种了。你看看外面的天，太阳熄了，星天毁了，玄武编队快死绝了。你所谓的防线还能撑几天？那也比盲目越线去送死强。我们可以依托拉格朗日点继续消耗，只要熬到够了，熬到什么？拿人命填吗？这道命令我来签发，后果由我承担。我会向联合政府最高委员会提交全部行动记录，
传令，夸父号脱离拉格栾日防线，启动最高级别乐旗矩阵，全舰远征。全舰通告：夸父号即将脱离同步轨道，天问深空探索序列已载入导航系统。目标扶桑星，全体人员30分钟内进入抗过层舱位。跃迁矩阵充能完毕，祝融级主引擎点火。3、2、1。这比俯冲轰炸难受10倍。队长，你这也不行啊，脸比舱门还白。闭嘴，去看看其他人。得，纯工具人呗。首次校准跃迁完成，矩阵共振偏差率0.0037%，在安全阈值内。当前坐标：太阳系外围颗粒薄带，矩阵核心冷却中，预计充能时间12小时17分。警告：夸父号已脱离跃迁空间，抵达目标星系，前方星体确认扶桑星，检测至高密度能量源。沈银河，这是我们接触的第一处未知能量源，不知道下面有什么，也不确定环境参数。我只给你一个底线，拿到数据，带全队活着回来。全舰护盾开启，进入轨道悬停模式。岁星号突击小队前往机库就位。检查装备，扶桑星存在高强度共振能量场，金属质量越大，共振反噬越强，不要超过临界值。战术甲的主体是生机复合纤维，在安全线以下。但韩野，你可得悠着点儿。放心吧。登舰。好大呀！这到底是什么星球？是能量采集矩阵，这些结晶数的排列方式完美契合了恒星能量的最高转化率。磁场共振波在干扰反重力引擎，自动悬浮系统失效了，推力再往下掉。切断反重力引擎，小唐，我帮你分担姿态修正，你专心控推力。刘凯，扫描下方，找一个能迫降的点。正下方500米是树冠的缝隙，但树干周围全是生命热信号，密度极高。管他那么多，砸下去再说。小唐，3秒后主引擎全功率反推，我来修正俯仰角，所有人抓紧！3、2、1，拉！
全员报告，飞行系统受损20%，不影响起飞，但这磁场环境下，起飞窗口最多撑4个小时。终端完好。星河，雷达没坏，我们被包围了。嘎，这是捅了虫子窝了。咱们是走流程还是直接开袭？不急，他们的能量波动非常频缓，他们像是在休眠，或者说在吸水这些树的能量。只要我们不产生剧烈震动和高频能量波动，短时间内，他们应该不会脱离石原攻击我们。任务目标：找到这颗星球的能量核心，提取数据。全员着甲。